酱缸中国人的5大丑陋特征是什么？为什么与我们文化同源、资源远不如我们的日本，却能在短短数十年间崛起为世界强国？难道真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智力不行吗？今天我们一起来读《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——酱缸》这篇文章，看清中国人从崇拜权势、明哲保身到冷漠、猜忌与残忍。国阳笔下的酱缸并非抽象之物，而是我们熟悉而习以为常的日常人性。只有真正看清这病因，我们才能找到药方，完成真正的自我救赎和对中国文化的解读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——酱缸，执笔者姚立民先生，文载1973年11月12日，香港70年代杂志。凡是关心祖国前途的中国人，都可能会想到一个根本上的问题：中国自1842年至1949年，何以如此之弱？美日何以如此之强？中国面积广大，仅次于苏联，居世界第2位，人口众多，居世界第1位，资源相当丰富，再加上有些人自豪的5000年悠久文化，照理说应该是世界上1等1的强国才对。可是事实不然，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，列强相继入侵，割地赔款，不一而足，差一点便被瓜分。1937年7月7日，开始了保卫国土的抗日战争。日本军阀在中国奸淫杀掠，已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。8年抗战，我国军民同胞被日本人杀害的在1000万人以上，财产的损失更是天文数字。翻遍中外古今历史，一个国家遭遇的悲惨命运，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那样，实在是绝无仅有。世界文明古国如埃及，只不过曾经成为大英帝国一个国家的殖民地。即使数十年前的非洲黑暗大陆，各帝国主义者在划定了地界之后，不过只受一个殖民主子的压迫而已。不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，殖民主子是多头的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者都可以插上一腿来咬中国一口。日俄两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在华的殖民利益，还在中国领土上打了一仗。此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慨然地称中国为次殖民地。简单地叙述了近100年来中国的惨状以后，再来看一个强烈的对比：美国立国不及200年，其文化之悠久性实在无法与中华文化同日而语。但目前的美国是世界上的1等强国。有人说美国的资源太丰富了，咱们实在比不上。好，就不比美国，比日本总可以吧？日本的土地、人口和资源，有哪一点比得上中国？而且日本文化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延伸，一直到1867年明治天皇继位，来个明治维新，才有了划时代的改变。40年之内，国势大振，一战而击败中国，再战而击败帝俄，依然是世界上1大强国。笔者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回事，但承认日本富强，虚心检讨其所以富强之原因又是一回事。看看美日之强，再看看中国之弱，有心人一定要问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能的答案只有2个。第一可能的答案是中国人的智力不行。第二可能的答案是中国传统文化有问题。关于第一可能，又有2方面不同的解释。第一个解释是中国人的智力根本不行，也许较过去的匈奴、突厥和现在的非洲黑人为优，但显然地比美、英、德、法、俄、日等国人民为劣。第二个解释是中国人祖先的智力很行，所以才有汉唐盛世。但不幸的是，智力逐渐递减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再过几百年，恐怕就要成为白痴民族了。假如真的是智力不行的话，那么中国人只有认了。谁叫我们自己不争气呢？根据物竞天择、优胜劣败的公理，做个次殖民地也是应该的。反过来说，假如不是智力有问题，而是文化有问题，那么我们的前途还大有可为，
不过我们要切实地自我反省，勇敢地丢掉包袱才行。以上所述的智力有问题的可能，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可能，事实上并不存在。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们中华民族的智力是低下的。这不是感情上打肿脸充胖子似的不承认，而是理智上的铁证如山的不承认。这些如山的铁证是什么呢？要言之有2项：东南亚的华裔人士对当地经济开发的贡献，留美人士在学术上的成就。即使是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，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个人智慧之高，只是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团结、不合作，自己人斗得太凶，团体的力量发挥不出来而已。伯阳在《死不认错集猛撞酱缸集》中有个极好的阐释。某人请教一位高僧，问他的前生和来世。高僧答曰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伯阳乃叹曰：这4句名言使我们想到了5000年传统文化。这文化是好是坏，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去研究，只要睁开眼睛看看，今天我们受的是啥罪，就应该明白。而我们将来能不能复兴，用不着去看李淳风的推背图和刘伯温的烧饼歌，只看看我们现在做的是啥事，也就应该明白。问题是提出来了，初步的答案，文化有问题，也有了。接下来便是从事进一步的分析。对伯阳极为钦佩的孙观汉先生，在其《环境与地气》一文中提到，中国不能建设一个建乐国家的原因，不是先天的，而是后天的问题。用种田人的言语来说，问题不在种子，而在地气。对植物而言，地气是指土壤、水分、空气、阳光等等。对一个民族来讲，地气就是环境，包括人性的习俗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没有良好的种植出品是一个事实。如果原因不在种子，那么我们一定要承认，我们的地气或环境中至少有一部分不适宜种子的生长。我已经开始相信，中国5000年来的文化和习俗中，除了好的一部分以外，有一部分是坏的。这坏的一部分，就是使一粒良好种子不能生长的地气。这部分巨大和丑恶的文化和习俗，就是伯阳先生简称和总称的酱缸。笔者以为，鲁迅先生所创造的阿 Q， 李宗武先生所创造的厚黑，以及伯阳先生所创造的酱缸，都是至理存焉，鼎足而三。要言之，阿 Q 是揭露中国人的人性，厚黑是揭露中国人的官性，酱缸似乎是集以上2者之大成。为什么会有阿 Q？ 因为有酱缸。为什么厚黑横行不可一世？也因为有酱缸。酱缸究竟是啥？其成分又是啥？伯阳的定义是：夫酱缸者，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，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、畸形道德、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摧残，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。伯阳接着又说，奴才政治、畸形道德、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，因为这些成分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，曰对权势的崇拜狂，曰不可劳迫的自私，曰文字诈欺，曰对僵尸的迷恋，曰不合作，曰淡漠、冷酷、猜忌、残忍，曰虚骄恍惚。在介绍酱缸产品之前，笔者趁着这个空当还要说几句话，因为开始介绍以后，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，再想中途插队一定插不进去。有些爱国人士认为，中国需要富强，无人可以否认，如何谋求富强才是当务之急。尽量揭老祖宗的疮疤干什么？拼命骂老祖宗又有啥用处？难道说把老祖宗骂得痛快淋漓之后，国家就富强得起来了吗？笔者认为，话可不是这么说。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病的民族，年代愈久，病也愈深。这个病起因于汉武帝之独尊儒术，加上后来几位蒙古大夫一搞，如科举，如宋明理学，更把中华民族搞得灵性全失，一息奄奄。以前的对手们如匈奴、突厥、契丹、西夏，
实在是文化基础太差，无法与我们抗衡。即使是后来的蒙古和满清，也只是在武力上征服我们，在文化上却被我们征服。这些文化上所经历的顺境，使我们虽患病而一直不能自知。直到清代对西方门户开放以后，我们所遭遇的对手和从前的大不相同，才病态毕露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一个有病的民族，正如同一个有病的个人，不先把病治好，一切无从谈起。如民主、科学，实乃天下治补之药，但对一个患严重肠胃病的人来说，补药有什么用？欲治病，必先探求病源。病人既不能讳疾忌医，也不能胃痛忌割，在必要时断臂锯腿，依然为之。割胃换肾，在所不惜。必须具备如此之勇气，实有起死回生之可能。此虚心检讨传统文化病症之所以重要。中华民族的这个病究竟是啥？鲁迅、李宗吾、伯阳等已先后摘要指出。至于药方究竟要怎样开，这个问题更大了。鲁、李、伯三位似乎都没有为我们开出可以药到病除的处方。想来想去，觉得这几位先生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供五人参考。这言外之意是把病症一一指出，把病源一一列出，然后每一个有心的中国人对着这些病症时时自我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假如这种有心人越来越多，大家改之和加勉的劲儿越来越大，那么不出几年，中华民族这个老病便可以不药而愈了。这也许又牵涉到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的问题，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。死不认错集猛撞降格集中说，有人以为中国人自己不争气，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，不但不责备自己，反而穷气乱生，怪老祖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使我们现在受罪。如果能打下钢铁江山，教我们安坐享福就好了。对于这种说法，伯阳先生的答复是，这就跟父子一样，当孩子的结结实实聪明伶俐，又上过大学堂，然而却把日子过垮，当然不能责备他的父亲，而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。可是如果他一生下来就被邻居弄瞎了眼，就遗传了羊癫疯，就遗传了色盲，而又是个白痴，则他到了后来沿街敲砖乞讨为生，他的责任就太小。他如果指责他爹不该染一身梅毒，指责他娘不该不把淋病治好，我们能忍心叫他闭嘴乎哉？伯阳所列举的降纲产品当然不一定完全都对，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。还是一句老话，希望读者中的有心人士切实地反省一下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则中华民族幸甚。伯阳的文章一向是脉络分明，可惜其在叙述降纲产品时行文相当凌乱，有时一扯离开原体到10万8千里之外，然后嗖的一声又一个筋斗云翻了回来，过了一会儿又一个筋斗云翻走。下面的介绍是经过笔者的一番整理，以求不违背其原意为原则，请细心的读者勿逐字逐句与原文核对。降纲产品之一是对权势的崇拜狂。在古代中国，最有权势的人当然是皇帝，伦理观念对皇帝概不适用。皇帝所有的旁系尊亲属，在皇帝面前只不过是臣，是奴才而已。假如皇帝是过继过来的，那么即使是自己的亲爹娘也不例外。这种逆伦灭性的畸形道德，也就是官性大于人性，不但无人反对，反而认为天经地义。在宫廷生活的荒淫方面，杨皇帝更是望尘莫及。唐代的后宫佳丽3000人，故无论矣。即使在周王朝时，天子也可以合法地拥有121个太太。夫《礼记》中的内则，更为天子苦心孤诣地排好颠鸾倒凤的日程，使这100多位妻子可以雨露均沾，不致争风吃醋。所有圣人对这些不但不予反对，反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，化杂交乱交为正式的国家法制和社会规范。因此伯阳认为，圣人不仅是帮凶，简直是正凶，跟有权的大淫棍们是共犯。
盖权力好比汽油，圣人不但不设法防止它燃烧，反而抢着点火，怎不一发难收？伯阳认为，杨皇帝的权力一直受到知识分子的约束，但中国圣人为当权派发明畸形哲学曰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原来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全是来自大银棍的赏赐，无怪乎大嫖客想干啥就干啥。有了圣人发明的理论基础，这种乱搞既合法又合理，既顺天又应人。以权势崇拜为基础的5000年传统文化，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，而很少爱的感情。所谓仁也者，似乎只能在书本上找，很难在行为上找。而且人似乎并不是平等互惠的，对权势绝对崇拜的结果，缺乏敢想、敢讲、敢做的灵性，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，没有是非标准，只有和是非根本不相干的功利标准，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。大家都削尖了脑袋，拼命往官场里去钻，只要给我官做，叫我干啥都成。像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能有几人？10年辛苦，不是为了研究发明，不是为了著书立说，也不是为了奔走革命，而只是为了一日成名。成名者是有官做之谓。古往今来，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得如痴如狂，原因有4：一、有权在手，可以视官之大小而某种程度上为所欲为；二、受人崇拜；三、学问变大，洋人知识即权力，中国权力即知识；四、财产增多，洋人以经商为致富之源，中国人重官轻商，且受孟老夫子何必约利的影响，所以口不言利，但心里却想利，想得要死要活，乃以做官搜刮为致富之源。昔南宋大盗郑仲受招安后为官，同僚比之，郑仲有诗曰：各位做官又做贼，郑重做贼才做官，可谓一语道破。在权势崇拜狂之下，不要说政治场合、学术场合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变了质，变得近视，变得势利。有人认为，中国人虽缺乏公德心，但富有人情味儿。事实所谓人情味也者，还是锦上添花的多，雪中送炭的少而又少。留美学人短期访台，请注意短期2字，恨不得每天有48小时参加应酬。学人返美后都是人情味的见证人，但笔者一位在台湾的世伯，在股票上栽了跟头，一生积蓄付诸东流，于是旧日好友对其都敬而远之，在街上遇到时假装看不见，想打小麻将消遣都找不到一个搭子，怕他输了付不出钱。人情味者当如是乎？酱缸产品之2是自私与不合作。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，而不提倡群体主义。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似乎只有2项：一是明哲保身，使食物者为俊杰，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；另一是行仁政，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，在压迫小民时压得稍轻一点。在这里抄几段儒家的经典，说明其明哲保身的哲学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隐，为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天下有道则宪，无道则隐。关于行仁政，皇帝假如偏偏不行仁政而行暴政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儒家似乎并无有效的对策，唯一的对策只是进谏，进谏而又不被采纳，那就只有邦无道则隐之意图了。自私之心在私有制社会中未可厚非，但自私不能超过一定限度。儒家的思想既自私而又不肯冒任何风险，就一定变成社会进步的反动力。伯阳认为，在现代中国，自私观念又更进一步，一个计划也好，一个决策也好，甚至一件官司也好，参与其事的朋友第一个念头似乎都是俺可以在里面捞到多少好处，俺可以少负多少责任。大家都在这上面兜圈子，国家还有什么前途？一部25史便是一部官员排挤官员的历史，也是官员和官员明争暗斗的历史。皇帝当然是关中之最大者，不是你排挤我
就是我排挤你，不是你斗我，就是我斗你。除了动刀动枪，还动谗言、动谄媚。刀枪固然可怕，谗言和谄媚尤其难防。中国人最大的悲哀，99%的精力都用到窝里斗上。窝里斗的劣根性是不合作最主要的原因。此外，弱者明哲保身，强者定于一，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也构成了一个不能合作的习惯反应。所谓强者，是指不安分的人，不怕铤而走险的人，也是打天下的人。所谓定于一，是指一种独断专行的气质。凡是有老子在场的地方，一切都在听老子的。在这里加一句，在今天的中国，一直有这样一句话，无论宪法民法，不如领导的看法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酱缸产品之3是淡漠、冷酷、猜忌、残忍。在朱秀娟女士的大著《纽约见闻》中有一段，大意是朱女士初到纽约，携夫逛街，遇以黑发黄肤之陌生人士，有他乡遇故知之喜，乃赶紧热情招呼。该黄肤人士竟视若无睹，擦肩而过。朱女士未免下不了台，乃自我安慰曰：他一定是日本人。10几分钟后，在地下电车中又遇见该黄肤人士正埋首读武侠小说里。朱女士又自我安慰，他一定以为我是日本人。朱女士写来轻松，但读了以后心情沉重。博洋所称淡漠冷酷，其此之谓。在美国，后来的犹太人有先来的犹太人照顾；在巴西，后来的日本人有先来的日本人照顾。只有在海外的中国同胞只好一个人乱闯，最多只能找私人关系，但永远找不到民族感情。在台湾的中央、省县、乡镇大小衙门，大多数办事人员都是一副晚娘面孔。博洋曾以台湾银行、公路局监理所、区公所为例来说明。这些大小官僚，姑且不去说它，最令人不解的是，商店需要和气生财，以服务顾客为第一要义。可是很多大公司的男女店员却都是一副晚娘面孔，对顾客没有一丝笑容，没有一点耐心。对我们这个口头上高喊的礼仪之邦，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。所以博洋建议，我们最好不喊，即使忍不住要喊的话，那就老老实实把我们喊成书上的礼仪之邦。因为处处是淡漠冷酷，用正常的脚步寸步难行，特权现象乃油然而生。举例来说，拿户口誊本要等1个星期，有了天大的急事，再哀求他也没有用。或者是要买张车票，急如星火，偏偏卖票员说几天后的快车票都卖光了。当此时也，最好的办法便是找一个特权阶级的名片，或者找一位在里面做事的朋友关照一下，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户口誊本可以在10分钟之内拿到，下个钟头的特快车票也会马上含笑送来。谈到猜忌，这跟官的大小成正比。博洋曾在《闻过则怒集，不学有术集》中指出，历代忠臣良将的下场多数惨不忍睹。举起较为大家所熟悉的，既有赵之李牧、秦之蒙恬、前汉之韩信、周亚夫、李广，后汉之窦宪、唐之侯君集、高仙芝，宋之杨业、岳飞，明之徐达、于谦、熊廷周、袁崇焕。那些混账皇帝总是待敌人报仇，令人浩叹。皇帝之所以如此，全是猜忌心作怪。大好的精力除了用在女人的身上外，剩下的全用来杀人才、防反叛，别的啥都不谈。皇帝猜忌臣下，官员猜忌同僚，小民猜忌朋友，上下交猜忌，而国难为矣。说到残忍，博洋更是概乎言之。他提到宦官，提到女人缠足，中国人居然会想出这种残忍的玩意儿，真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。更严重的是，圣宰们平时板起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，满口仁义道德，要求小民应该做这，不应该做那。但对于最不应该的割男子之阳、缠女子之足，以及幽禁女子之青春，也就是皇帝后宫3000人，大官儿忌妾如云，却缩起头来不敢挺身说话。对于宦官、宫女、妓妾，不但不敢说话，
也许还认为是理所当然，这又牵涉到权势崇拜狂问题。对于女子缠足，不但不予反对，反而表示欣赏。于是微文研究者有之，吟诗赞美者有之，此无他，以女性为男性玩物，男性牢不可破之自私心在。博洋漏掉了国人另一残忍的表现，笔者必须代为补充，那便是刑求，俗称屈打成招，台湾则习称修理。宦官制度随满清王朝之结束而结束，缠足也受新风气之影响而废止，独有刑求，一枝独秀，且有后来居上之势。盖现代科学进步，施行的方法也跟着进步，而且都是内伤，蒙古大夫想要验伤都验不出来。中国历史上冤狱无数，冤狱虽不一定来自刑求，但刑求则必然导致冤狱。所谓三目之下，何求不得？补充一下，三目代指古代的刑具。古时侦查刑案，不凭推理，不凭证据，自抓人到判刑，全凭办案人和审判人的自由心证。最常见的是抓到嫌犯，送上公堂之后，先不问情由，打他30大板再说，男女一律平等，都打30大板，算是来个下马威。假如再不招供的话，那好戏还在后头呢。那些被冤枉的人想，既然不幸落在这些活阎罗手里，招供了不过一死，不招供也难逃一死，而且长痛不如短痛，与其零碎地受着活罪，不如横了心就招了吧。招供以后倒是不再受刑，只等秋决时咔嚓一刀而已。也有些运气好的遇到了青天大人来复审，如毕同乡包拯先生，结果沉冤昭雪，重见天日。当然没有冤狱赔偿这回事，但青天大人毕竟是少而又少，此所以开封市长包拯先生被小民怀念至今。在台湾住过的人大概都还记得20年前的八德乡灭门血案，真是轰动一时，但也构成了台湾的最大冤狱之一。正因为该案轰动一时，三座牌对上级非交账不可，于是就抓穆万森、秦同瑜等数人来做代罪羔羊。结果秦同瑜被修理过度，竟死在刑警总队的囚室。穆万森虽是人所周知的甲级流氓，但也人所周知他与巴德血案无关。在这里补充背景资料，巴德血案是由于前军统局特务人员的窝里反，总算他身体壮，熬过了修理，请了几位好律师，结果把冤狱平反了过来。由于牵涉到特务人员，所以巴德案永远悬在那里。在中国古代，比刑求更为残忍的还有满门抄斩和诛九族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幸运的是，随着专制王朝的结束，这些极不合理的制度也都随风而逝了。在这里加一句，在中国，这些祸及家属的连坐恶政到今天依然存在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还记得武汉疫情期间那句著名的回答吗？对不起，我是最后一代。还有那几头恶魔在办公室里商讨对付别人家的软肋，也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你想想，这是多么猿猴一般的原始动物性啊！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酱缸产品之4是文字诈欺。博洋认为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似乎只有美，只有善，而很少真。当然，所谓的善，也只是像诠释效忠型的善。真在中国历史文件中几乎没有地位。儒家开山老祖孔子在其大作《春秋》中就公然提倡文字诈欺，而其信徒们则更进一步制定诈欺细节。公羊传曰：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。讳者就是文字诈欺，讳来讳去，剩下来真的部分还能有多少？关于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欺，博洋曾有专书曰《鬼话连篇集》《乱作春梦集》，上面所收集的全是历代帝王，特别是开国皇帝进行装神弄鬼的记载，一望而知其说谎。举例言之，刘邦之母因为在野外与蛟龙性交而有孕，遂生刘邦，也就是龙种。赵匡胤生时，室外红光四射，室内异香遍布。其所以如此说谎，原意大概是天子之所以为天子，自有其与众不同处，尔等小民不可生非分之想。
阁下太夫人受孕之前有一征乎？曰无也。阁下诞生时有异香满室乎？曰无也。既然无也，无也，阁下还是安分为宜，不必梦想皇帝宝座，以免脑袋搬家，祸延九族。有时也有些聪明的军阀或流氓知道其中奥妙，硬是说他出生时也是如此这般，那么此公至少已具备当皇帝之必要条件。更进一步分析，文字诈欺乃是来自对权势的崇拜，所以中国历史学家没有原则，没有是非，只有功利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酱缸产品之五是对僵尸的迷恋和肤浅虚焦，对祖先的慎终追远，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，但可惜变了质，变成了对僵尸的迷恋。孔子是驱使祖先崇拜给政治结合的第一人，那就是有名的脱骨改制，骨跟祖先遂化合为一，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。该外国人都是向前一步想的，偏中国人遇事都往后退一步想。退一步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。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，第二个现象更糟，古时候啥都好，包括古人人品好，古代法令规章好，古书好，古代名词好。举一个较突出的历史案例，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先生算是跳出了酱缸。他说过3句冲击力很强的话：天命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序。结果一些对僵尸迷恋的人群起而攻之，这股反对力量如排山倒海而来，迫使他的变法终归失败。假如王安石变法成功，中国的历史恐怕要改写了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酱缸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